这绝对是最有眼力劲儿的伪军。当一群疑似八路军的人路过哨卡时，他竟自觉地转过头，就当没见到。这下把孙成海他们一群人都给整懵了。本来他们来就是打算趁机端掉鬼子炮楼的，可没想到这名伪军竟然不给他们下手的机会。怎么没拦呢哥？是不是咱走的太快了，没看到咱？哎，回来不给脸了这几天，这个咋办呀？怎么办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哪有就这样回去的道理？于是不甘心的孙成海打算再折返回去试试。只见他又带着队伍大摇大摆的朝那名伪军走去，而这名伪军见这群人居然又回来，内心慌得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，慢慢的往一旁躲闪。头，这又回来了。说什么来着？他们就是来找事儿的，千万别出去。此时孙成海他们已经来到了驻守哨卡的伪军面前，而这名伪军虽然内心早就慌作一团，但却依然还是当作没见到他们，身体也不由得开始躲避了起来。孙成海见这情况不对劲了，于是打算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，这下总不能视而不见了吧？我们是变戏法的。眼看躲是躲不过去了，于是这名伪军又战战兢兢地从兜里拿出自己的烟，随后用颤抖的手递给了孙成海他们。俺们真是变戏法的。在给完烟后，这名伪军立马就撒丫子跑路了。不过此时炮楼上的2名鬼子倒是注意到了底下的动静。孙成海见状，觉得这是机会终于来了呀，于是连忙让大狗赶紧吆喝起来：变戏法的呀！怎么会变戏法？这2鬼子一见有变戏法的表演，于是连忙让楼下的伪军前去招呼着。虽然这些伪军知道孙成海他们看着像八路军，可碍于日本人的威胁，最后还是乖乖的出去跟孙成海他们见上了面。而孙成海见又有伪军下来了，于是便让手下假模假样的表演变戏法。就在伪军注意力都在戏法上时，孙成海趁机一枪就毙了这名伪军军官，随后便与炮楼里的鬼子跟伪军展开了激战。由于孙成海这边大部分兄弟一时间都没有找到掩体，结果被炮楼里的鬼子用机枪疯狂扫射，导致死伤惨重。而孙成海趁机则跑到了鬼子炮楼下，想用力踹开门闯进去，可却被炮楼上的鬼子给发现，并扔了一颗手榴弹下来。无奈孙成海只好放弃了正门，准备前往旁边的窗口找寻机会，可此时鬼子又扔下了一包沙袋，孙成海只好暂时撤退，再找寻机会。此时其他的兄弟也想过来支援孙成海，可却被炮楼上的鬼子用机枪火力压制，顿时间好几个兄弟中枪倒地牺牲了，其他人只好暂时先撤回原地。而此时孙成海见这仗没法打了，只好咬牙先下令撤退了。而经过这一战，他们是既没有成功端掉鬼子炮楼，反而还牺牲了不少弟兄。孙成海更是被打得意志消沉，一度想解散队伍并放弃与大本市作对的想法。而此时另一边，大本市他们正沉浸在刚打下小报庄的喜悦之中，在那放肆的大口吃肉喝酒。兄弟们，就他娘的一句话，往死了喝呀！